性阻击，既要狠狠地打，又不能打得两边的敌人不敢往前闯。上一次是假阻击，这一次是有真有假。说得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说说你的办法。我学好地形，多修几道工事，阻击一会儿，我就放弃一道工事，再阻击一会儿，我就再放弃一道工事。这样呢，正面的敌人就会以为他们的攻击正在步步得手，而两边的敌人一看，中间这一路打得很顺手嘛，他们才有可能会毫无顾忌地往前闯。你的算盘打得不错。共军不打东不打西，单单阻击我南线中路部队，意图是什么呢？这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。共军久攻不下，力量单薄，已经无力展开全面的阻击了。我南线部队有3路力量，只阻击一步，毫无意义啊！怎么会没有意义呢？意义就在于临沂，临沂是共军的必争之地。现在我们南线大军直指临沂，共军只能阻击我们一路，迟滞我军的进攻速度，以便争取时间，在临沂外围组织防御。我不这样看，我以为共军的企图是通过阻击我南线集团中路部队，瓦解我南线集团齐头并进的态势。现在中路部队受阻，左右两翼必然溢出，这样就会在中间地区形成一个100多里的真空地带。这也正是共军企图造成的局面。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敢起誓，共军马上会集中力量打击一路。看来战前的情报基本是准确的。现在共军的主力已经全部集中到南线，我们北线这边压力不大。李先洲这个人打仗啊，一贯老实，可是他的运气一直是不错的。这次让他在北线当总指挥，我就是借了他的好运气啊！可是，南线的共军只是阻击了中路，还没有全部都展开。我们南线集团那么强大，粟裕手中就是有再多的兵力，也很难应付。我看我们北线是不是可以再走快一点？副参谋长，赶快给我接李副总的电话。是。现在共军在南线已经很难对付了，我们就趁这个机会迅速占领莱芜，抢夺共军在山东的战略后方。奶奶的，怎么样？立大功的机会来了。曾总，不管怎么打，目前这个齐头并进、稳扎稳打的态势，我们一定要保持住。宁可慢一点，也不能破坏了这个态势。总座，电话通了。好。哎，老李啊，哈哈，看到了吗？共军的主力现在全部已经集中到了南线。我考虑，现在我们应该趁机占领莱芜，抢占共军的后方。王老总，你放心吧，齐头并进，稳扎稳打这8个大字，我每天像念佛经一样在念着呢。你就是借我一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冒进啊。不过请你放心，我一定命令部队迅速到达莱芜，占领共军的后方。
无论如何都要在原来的位置上再守上半天，这是死命令。二团的正面是张灵甫的整编74师，狗日的凶得很。今天2次冲上阵地，拼刺刀才把他们拼下去。这狗日的，我还没见过不怕拼刺刀的反动派。 74师，74师，能不能要求野战军炮兵支持一下？侦察员报告，74师正在山谷里集合，而我们小炮打不到他。野战军有重炮，你会不会算账啊？让野战军的重炮支援我们。敌人一看，共军的炮兵真是太厉害了。算了，我们还是不要往前继续冒这个险了。哎，你说，你是在执行苏司令的作战计划，还是要破坏苏司令的作战计划？明白了。哎。 你跟着苏司令打仗，打的是一个巧劲儿，是吧？不管进攻还是防守，你都要算一笔账，要算细账。敌人现在坚持的是齐头并进、稳扎稳打的战术，左右两翼稍有突出，立即会遭到陈诚的严厉训斥，这样他就会停下来，构筑工事。今天上午，左右两翼竟然开始向中路靠拢，敌人学乖了。 他们现在很团结，死死地抱成一团，打不散，分不开。哼，像蚂蚁一样抱成一团，这哪是打仗啊？简直是出国际洋相！把仗啊打成这个样子，国境中外啊绝无仅有。呵呵。南线敌人太强了，每一路都很强。胡琏的整编11师，黄百韬的整编25师。 但这一路已经够我们应付。现在他3路一体齐头并进，我们很难找到机会。而且，如果这样下去，北线的敌人很快也会压过来，将使我们腹背受敌，被迫两面作战。绝不能两面打仗，这样是最坏的局面喽。 两位首长，北线出情况了。喂，王老总，我已经到了莱芜城外，明天一大早就可以进城了。啊。 没有发现共军的大部队，只有零星的小部队一打就跑了。哦，你放心，稳扎稳打，齐头并进。是。命令：1，命令部队马上停止前进，就地宿营。宿营后，军与军之间、师与师之间、团与团之间，迅速架好电线，保持通讯联络。各部队结合部。 一定要划分好区域，防止共军渗透。第2，各部队要安排好警戒哨，步哨、前副哨要安排得远一点，不许安排在家门口。第3，各部队要迅速按照自己所在位置，寻找有利地形和制高点，迅速占领，保持警戒，明白吗？是。出发。王参谋。 到，今天走了有多远？足足70里。70里。我们很久没有这样扬眉吐气了。这件事情告诉陈总长了吗？还没有报告。马上给陈总长发报，告诉他，我部已按照指定方向正在行进，目前行进非常顺利，已经到达莱芜城外。是。 好，太好了！这个李先洲啊，一向是磨磨蹭蹭，没想到这一次，他居然如此神速，着实让我感到有点意外呀！按这个速度，不出3天，
就能实现南北两线在临沂城下夹击共军的伟大计划。总长，到目前为止，鲁南会战的所有细节，可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！是啊，没有总长前线亲临指挥，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大好的局面呢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鲁南大捷，看来是跑不掉啊！是啊，你们啊，替我好好想个办法，鼓励一下李先洲啊！好的，我马上向委座报告，让委座打电报表扬他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总长，南线要不要加快速度？不，我这次咬定了，我要稳扎稳打，齐头并进。北线李先洲进占莱芜，直接威胁我后方。西线王敬久集团稳稳的推进，对我形成合围之势。而南线至今没有战绩。如此下去，我们将会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，被迫与敌人进行决战。迎宾，那边走。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林参谋，你带一队人到敌人后面去围截。一班，跟我来。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跑啊！看你再跑，挺起手来！跑！还跑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哎，何启兵，陈老总，苏司令呢？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几天都没出来了。
他吃饭没有？送进去的午饭，动都没动。哎呀，这不吃不喝，快成神仙喽！哎，陈老总，要不您进去劝劝他？哎，到食堂去搞点好消化的，有营养的，快去。是。哎，不行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走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呢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，我是教书的。蒙谁呢？教书先生拿着手枪，还敢开枪打人？我们走吧。教书先生，请吧。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？我们是华野的。华野的？华野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怎么了？看着不像。向你提个人。华野司令部有一个叫王江平的。王江平没听说过，司令部没这个人，你搞错了吧？有个叫朱明瑞的，你应该认识吧？朱明瑞认识啊，脸上受过伤。你试探我？哼，他在什么单位？敌工科的参谋。他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？那个名字他只对外用，这我不能告诉你。他是不是姓方？第二个字是东，第三个字是生。看来你对我们华野的事儿知道的不少啊。看来你果然是华野的。哎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是不是隐蔽战线的同志？哼，我是干什么的，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你可以叫我老李。请问你什么职务？华野侦察科科长谢永清。嚯，碰到了侦察科长，真是太巧了。谢科长，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，需要当面向陈司令或苏司令汇报，越快越好。好啊，我们有电台啊。我不用电台。为什么？我有特殊原因。什么特殊原因？这个我不能告诉你。哎，你是侦察科长，你应该知道这个纪律啊。那既然情况紧急，用电台报告不是更快吗？不行，我非要见到你们陈司令或者苏司令，否则我什么都不说。刚才敌人为什么追你？刚才我本来打算呢从下游过桥，可是我上到桥边才发现，敌人已经把守住了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那我能不能把碰到你的情况用电台报告给野战军首长？报告什么？报告你碰到了老李，他们认识老李是谁呀？所以呢，见了面才能把事情说清楚。好，那我就送你去见野战军首长。这个越快越好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事情非常紧急，耽误了你负不起责任。你还挺厉害啊，林参谋到。你留在这儿继续执行我们的任务，我送这位先生去见野战军首长。科长，我去吧。野战军指挥部的位置是全军最高机密，他们现在转移到什么位置，我都不知道，只能在路上向碰到的部队打听。好在部队团营上的干部差不多都认识我。这个人有点名堂，他对我们还不太放心，我对他呀也不太放心，我得看着他，防止他耍什么花招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老李，哎，咱们走吧。哼，怎么还有马呀？啊，我埋伏在这儿呢，怕紧急的时候有用。老李，上马吧。啊，这多不好意思。我们是当兵的，走路啊，你没法跟我们比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，指挥部的位置是全军最高机密，在没有确认你的身份之前，你没有权利掌握这个秘密。你不相信我？就像你必须保守你的秘密一样，我也必须保守我的秘密，这你得理解，是不是啊？你们动作要快，晚了就什么都来不及了。我看啊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嘿，来。司令员，司令员，陈老总来了。苏玉啊，哎，苏玉啊，哎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老总啊，哎呀，搞点啥子？来来来，听这个副骑兵讲啊，你在这里闭谷修行了几天？哎，我是来闯金堂的嘞。哎，我说啊，先吃饭，先吃饭。好好好，天塌下来也要先吃饭呐。啊，老总啊，那没那么严重。司令员啊，今天老总啊特意让炊事班给您做了碗鸡汤啊。来来来，一起吃。你吃，我监督你啊。好。
哎呀，老总啊，看来我们需要重新想办法了。是啊，毛主席来电指示啊，必要时呢可以放弃临沂啊。我也正在考虑。是啊，我们现在应该想一个新的办法。哎，李世范啊，我给你写2个字。我也写。怎么，又要跟我对对子啊？来。来，哈哈，南征北战，舍南取北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！两位首长，再唱《借东风》吧。哎，对头，这叫借东风啊！借东风。南线之敌，我们无可奈何，但是北线之敌已攻占我后方，我们不能不管。是啊，李仙洲集团没有南线的敌人强大，应该比南线的敌人好消灭。如果能够歼灭李仙洲兵团，这大半个山东啊，都是我们的了啊！哎，但是20万部队加上60万民工，要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隐蔽北上，这很难做到。所以啊，你要赶快拿出一个方案来。大家还有啥子问题啊？啊，陈老总，中央回电了，怎么样啊？中央同意我们的方案，要求我们迅速北移，不要惊动李仙洲集团。好。马上报告副司令。是。同志们，大家就要忙起来了啊！今天有几个大事啊，需要我们共同去办嘞。这个部队的教育和动员由我负责，部队的行动路线策划、调动、指挥由粟裕负责。60万大军转头向北，把粮食、军火、军用物资转往北线，还不能让敌人发现。这个就由华东局和省委同志负责。阻援部队啊，由老谭负责。整个战役的总指挥呢，由粟裕同志负责。今天晚上啊，大家都不要睡觉了。走吧，走吧。今天总算过去了，上天保佑啊！毕竟还没有给我出什么难题。现在李仙洲推进得很快，如果照这个速度，明后天共军就会有所反应。季皇啊，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现在倒是没有别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南线交战的规模似乎还不够大。是不是你原来估算的共军并没有这么多呀？那岂不是好事吗？那也说不准呐。明天再看看吧。我主力部队由南线转向北线作战，能否成功？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军能否隐蔽企图，不被敌人所察觉。必须啊，麻痹敌人的感觉，错乱敌人的判断，混淆战场态势，并且指挥和调动敌人。老总，我向你保证过，10天之内活捉郝鹏举。怎么？你要消灭郝鹏举？郝鹏举的部队现在正处在南线部队的边缘，同南线部队其他主力部队之间有很大的间隔，也就是说，从战场态势上来说，郝鹏举可以打。现在打郝鹏举一石三鸟：一，消灭这个罪恶的敌人；二，是向陈诚显示我主力部队仍在南线寻找战机；三，以正在进行的战役吸引敌人的注意，混乱敌人的视线。好，不消灭郝鹏举啊，难解我心头之恨呐！这是我南征北战之计的第一步。好。
政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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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事儿啊？有重要任务。什么任务？师长，请您赶快过去。老段，什么情况？啊，苏司令命令韦国清率2纵消灭郝鹏举，我们是也参加。郝鹏举，这是苏司令啊，看我们前一阵子打得太辛苦，特意派我们一趟美差呀。是啊，美差，怎么成美差了？郝鹏举啊，是汉奸队伍的底子，好打呀。咱们打他，那等于是给咱们队伍过年了。你们来看啊，2纵打郝鹏举，旁边有3、4个纵队为我们护驾，准备阻击来援的敌人。这不是苏司令特地的慰劳我们吗？话是没错，但是你看看啊，郝鹏举的老巢离他的2个师非常近，光这一块地方就有1万多人呐。哼，人再多啊，那也是乌合之众。现在啊，我们就准备好民工，等着挑东西吧。这仗不难打，但是苏司令强调要活捉郝鹏举。什么？没错，命令里专门提到，如果这场仗让郝鹏举给跑了，或者打死了，那都不算全胜，必须要活捉。这有点难。郝鹏举老奸巨猾，他这辈子历险无数，每次都能让他成功逃脱。这一仗啊有点特殊，万一不小心让那个老汉奸给跑了，那我们可没脸见苏司令了。来，你们看这儿。2团攻下了敌人仓库，里面吃的用的什么都有。他们请示怎么办呢？东西先不着急，先抓郝鹏举。好。首长指示，你们留下少量部队，看好仓库。哎，你们没有见过好东西啊！命令他们先到郝鹏举的指挥部，动作要快。是。首长命令，动作要快，赶快拿下敌人指挥部。我们这儿啊，赶紧收摊子。我们的主力已经北上了，要不然我们就赶不上打大仗了。是啊，师长。那是仓库的东西不要了，都亏了。哎，咱们找老首长帮忙啊！哎，金老首长，快！终于想出来了，来。喂，哎，老首长，想你呀！这次啊，你还得帮我们呢。啊，哎呦，哎呀，你都知道了。哎呀，你呀，至少给我们准备2万民工。这2万民工够不够啊？还两说着呢。哎，好，哎，来，同志们，第2步，我们在临沂要摆出同敌人决战的架势，大修工事，大造声势，全面展开防御。声势啊，越大越好，打得越热闹越好。好。要把我们野战军各主力纵队的番号全部宣传出去，吓破敌人的胆。誓死保卫临沂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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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上级命令我们师迅速撤离战场，参加临沂的外围防御。撤走？那这里呢？这里不要了呗。防守了几天，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？糊涂蛋儿！这里防御还是那里防御，那都是苏司令手上的棋子儿。苏司令下到哪里，那就有哪里的道理。老刘，你怎么理解这次任务转移啊？这都不明白？这说明啊，野战军首长改变作战计划喽。哎呀，这几天我就在琢磨，咱们中路阻击了这么多天，还没有把3路敌人剥离开呀。这个作战计划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。你看看，我和首长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那我们天亮以前，各团逐次撤出战斗，进入临沂外围阵地。参谋长，你调度一下，我去睡觉了。第3步，放弃临沂，给敌人造成我伤亡惨重、不堪再战的错觉。第4步，组织地方武装进逼兖州，在运河上架设浮桥，在黄河边筹集渡船，给敌人造成我主力部队将西撤华北，会合华北我军的错觉。哈哈，决战临沂，然后呢，伤亡惨重，独立难支，然后呢，西传华北，这呀，都是晨晨的呀梦想哦。等于你呀，帮着晨晨实现了这个梦想啊。欺骗蒋介石、陈诚，首先需要迎合他们的心理，急于求成，好大喜功，轻视对手。这呀，可是个奇妙的想法嘞。我说苏玉啊，你简直把这个陈诚啊研究透了啊！傅启平，到。首长，起草命令：20万大军加上60万民工，准备掉头北上。首长啊，我这刚草拟了行军计划，请首长审阅一下。哦。您看。啊。哎呀，傅启平啊，你这个参谋处长干得不错啊！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办法，来实现野战军首长舍南取北、南征北战的战役企图。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行动，它涉及到战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空间。它不是简单的声东击西，也不是简单的通过制造假象来迷惑敌人。这个欺骗行动深入到了心理层次，它恰到好处地提供了目前敌人迫切需要的心理慰藉。实际上，这首先是一种心理欺骗，是战争双方最高层次的心理较量。但是，现在我非常担心，20万大军加上60万民工掉头北上，敌人一旦察觉，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上级命令我们迅速向北开进。刚挖好的工事怎么就走了呢？那这里不就白挖了吗？不是说要誓死保卫临沂吗？你们吵吵什么呢？又犯糊涂了吧？啊！
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吗？这是苏司令又走的一步棋。苏司令走的一步棋，我们挖的好好的工事就全都白费了。你这个同志，平时我就批评你不会算账，你还不服气。我怎么不会算账？花力气为什么呢？花力气就是为了打胜仗。哦，不花力气就想打胜仗啊？命令部队停止作业，赶紧开饭，准备出发。是。这么好的攻势，是有点可惜喽。有敌机，有敌机，大家快隐蔽！听我的命令，机枪齐射，打兔崽子，来个告别礼。报告，总座，有情况。有什么情况？快讲。我有一个亲戚刚从沂蒙山区逃出来，他说山区有大批共军经过，白天宿营，晚上行军。朝什么方向？朝北。什么？朝北？这是他亲眼看到的？不是，是他听家里人说的。他是地主，共党的地方组织警告他，这几天不许出门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就在外面，我把他带来了。快，赶快让他进来。是。现在广播最新战报：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于近期在鲁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，一举攻克了鲁南白塔集，全歼了盘踞在白塔集的郝鹏举总部及所属的2个师，叛变投敌，残杀我联络人员的郝鹏举被我当场活捉。我华野发言人表示，郝鹏举罪恶滔天，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。在白塔集一线，我军集结了近2万部队，几天就打下来了。那共军岂不是要出动5、6万人才行？总长稳扎稳打的战术看来极其奏效，南线3个部队共军都不敢打，只能打郝鹏举了。报告，总长电报。这个王耀武啊，又疑神疑鬼了。他认为共军主力不在南线。如果共军主力不在南线，那郝鹏举岂不是见鬼了？王耀武一向多疑。就是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，王耀武在黄埔军校当学兵的时候，他的外号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王老鼠。那个时候啊，他总怀疑胡宗南打他的小报告，就和胡宗南大吵大闹。胡宗南是莫名其妙啊，哎，就骂他：“你这个王耀武，成天疑神疑鬼的，你就是个老鼠。”命令，各部队按照预定方案向临沂方向攻击前进。命令李先洲保持目前的态势，夹击共军。是。老李啊，可以把布条摘下来了。啊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到了？啊，对，到了。来，下来吧。谢科长，一会儿见到陈司令和苏司令，我一定先告你一状。哎，我说老李，我这一路上对你可是客客气气的，差不多都成你的勤务兵了，你干嘛还告我状啊？什么勤务兵啊？勤务兵有把上司的眼睛给蒙上的吗？啊，蒙得我晕头转向的。哎，谢永清回来了。哎，处长，我把人带回来了。啊，辛苦了。陈老总和苏司令啊，正等着你呢，进来吧。好。哎呀，陈老总，好，陈老总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你好，来，辛苦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来，来，好，哎，哎，
付继平，你等一下。陈老总，隐蔽战线的工作我不便接触吧？从现在起啊，你就要介入这条战线了。关于老李的情况啊，到你这儿就打住了，不要扩展啊。我知道了。老傅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李明同志，我们派驻在整编46师的秘密联络员。他在46师的公开身份是韩练成师长的秘书。哎呀，欢迎欢迎啊！好，两位老总，我有重要情报。哎，你离开46师，韩师长知不知道？哦，就是他把计划交给我的。来坐。来，坐。整编46师大头阵，啊，73军呢居中，东北军的12军作为后卫，也就是说，2个非嫡系的部队，把这个嫡系的73军保护在中间。那么现在啊，他们的位置是这样的：桂系整编46师位于新泰城，李先洲总部和73军在严庄地区，12军位于莱芜城和莱芜以北的土司口镇。韩练成师长还有整编46师的其他高级官员，对于这个部署都十分不满，认为这是王耀武有意保存嫡系的实力，拿桂系给他做挡箭牌啊。关键是这一次啊，韩练成能不能做到阵前起义啊？韩练成本身并没有什么意见，但是桂系部队的高级官员大多比较顽固，所以啊，阵前起义的可能性不大。但是韩练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控制部队，让整编46师或者消极怠工，或者改变方向。他目前呢，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北线敌人这些矛盾呢，我们都可以利用起来。只要整编46师消极怠工，李先洲集团的力量就会大为削弱。老总，是不是可以这样：一，告诉韩练成师长，我们在消灭李先洲集团时，将分割整编46师同其他部队的联系，不打整编46师，但是他必须随时同我们保持联系，以免冲突误伤。第二，整编46师要远离北线集团其他各军，条件适合时，要听从劝告，放下武器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胜利又多了几分把握了。中央社消息，各位听众，现在播报国军最新战报。山东战区强大的国军南线集团正在逼近华东共军之巢穴临沂，共军在临沂外围进行了顽强抵抗，国军以雷霆万钧之力给共军造成了惨重伤亡。目前，临沂共军正在节节败退中。季黄啊，咱们到里边说吧。你看一下，这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一份情报。临沂前线又出现了共军6个主力纵队的番号。陈晨判断说，华东共军的主力全部都集中在临沂一线了。总总，这种情报看看就是了。哦，哎，还有一个情况非常奇怪，坐。过去有很多商人到沂蒙山共区去做生意，对这些生意人，共产党一向也表示欢迎。可是最近不知为了什么，所有的商路都被阻断了，大批的商人都寄留在莱芜一带。我知道这个情况之后，专门告诉李先洲派人去打探一下。他们向我报告说，由于过去这些商人长期在共区做生意，他们都交了不少的朋友熟人，共党也经常委托他们带一些急需的物资进去。一旦有什么情况或者形势紧迫，
共党都会提前给他们打招呼，可这次不知为什么，这些商人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所有进出的路都被切断了。你想想看，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？共军在沂蒙山区在搞鬼呀！总总，我把所有的情报研究了一下，发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：这几天来，我们情报消失的地区正在慢慢的向北推进，也就是说，共军所控制的地区正在逐渐的向北移。这正说明什么呢？是共军的军事力量在向北展开。哦，这岂不是说共军已经北上了？报告，进来。总座，谍报队有人回来了。又有什么新的情况？共党的地方武装把守了所有的道路，根本无法靠近呢。你们不会从山上翻过去？谍报队已经派了一部分人翻山过去，但至今杳无音信。赶紧派人再去侦查，一定要把情况给我搞清楚。是。这个地区是共军经营多年的根据地，老百姓全部被赤化了，我们的谍报人员很难进去。奶的！我现在的情报是越来越差了，不出200里就2眼一抹黑，这瞎猫虎眼的，还让我怎么打仗啊？不好！会不会有一股共军的主力已经经过沂蒙山，向北面移动了？完全有这个可能。快，把我们的判断马上报告陈晨。是。哎，赶快给我接李副总指挥的电话。是。给我接李副总。总座，接通了。哎，老李妈，我判断，现在共军的主力已经开始北上了。对，如果是这样，那可是针对你来的。你要马上停止南下。对，2翼向中间靠，靠得越紧越好。马上修筑工事，准备抵抗。什么？哎呀，什么陈诚不陈诚的？啊！你不要理他，有什么事我对他说。报告，司令，电报。这个王耀武，简直就是个神经病。他又在怀疑共军的主力不在南线。不在南线，不在南线在哪儿啊？他怀疑共军的主力正在北上。他怀疑，他一辈子都在怀疑。他不叫王耀武，叫王老鼠。可问题是，他已经命令李先洲停止前进了。北线集团不能停下来，稳一点、慢一点没有关系，但是必须要保持进攻的势头。你马上给王耀武打个电话，叫他别胡思乱想。我恐怕是说不动他。那就让伟作给他打电话，快，给我接伟作电话。接到命令。是命令临沂外围的阻击部队，今天晚上全线组织反击，
要把这2天放弃的1、2线阵地再夺回一部分。司令员，你是不是觉得临沂交战的规模还不够大呀？是还不够大，特别是几个主力纵队先后北上之后，气势明显变小了。这不行，一定要打出气势来。现在1个团要打出3个团、5个团的气势。司令员，特种纵队的重炮兵今天有个团，今晚北上，是不是让他们轰几炮再走？这重炮一轰啊，我们的气势就来了。好，多轰那几炮，轰完就走。同志们，走啊！共军向我发起猛烈进攻！共军向我发起猛烈进攻！长官，请迅速支援我们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什么？共军有多少人？漫山遍野都是，漫山遍野都是，比蚂蚁还多，比蚂蚁还多。393号为什么还不上来？共军打进了王家集，打进了王家集。师座，共军已经打到我指挥所门口了。长官，赶紧增援我们！我前面一片山坡上，起码有1万多共军的。师座，长官，我这边共军最少有5个团。275团报告，275团报告，我正面的共军又增加兵力了，最少又增加了2个团。哎，司令员，敌人这样胡乱报告，一下子把我们的兵力夸大了好几倍啊！是啊，战场上的报告不能掺杂一丝一毫的水分。像这样夸大其词的说假话，岂有不打败仗的道理？宋司令，这一切还不都是您给闹的？敌人这盆水啊，全让您给搅浑了。晚上这一仗啊，效果不错。不过，这么多敌人主动替我们当宣传员，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，效果超出了我的预期。是啊，他们不光是运输大队长，还是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呢。对呀，今天晚上这么一打，下一步我们放弃临沂，就会显得合情合理。另外，陈诚现在最想看到的，就是我们伤亡惨重。现在交给你们一个任务，今天晚上你们连夜去布置几个大型的野战医院、战地救护所，看上去必须像真的一样，每一个看上去都接待处理过几千个伤员。有困难吗？有困难，也要完成。总长，共军发动了全面反击，来势非常凶猛。共军拼命了，有人亲眼看见共军团长拎着手枪就上阵了，重炮都拿出来了。命令各部队，一定要守住目前的阵地，丢失阵地者杀无赦。命令炮兵，向共军纵深目标猛烈射击。命令空军，天一亮就出动，赶紧通知南京，运送几百万大洋过来。作战勇敢者不吝重赏。总长，共军这次如此的凶猛，不是增加了生力军，就是孤注一掷了。你说呢？根据前线各个方向的报告，共军今天晚上参加攻击的部队，刨去水分，起码有7、8万人。所以啊，孤注一掷也好，生力军也好，华东共军的主力家底儿都在这儿了。这回
我看王耀武还有什么话说？是啊。姬皇啊，看来共军是要死守临沂了。这不太像粟裕的作战习惯。同我们南线集团争夺临沂，共军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这样对共军来说并不合算。而且，粟裕从来不喜欢打消耗战。可是去年在涟水，他们不是也死守了吗？涟水不一样，守卫涟水是为了掩护他们的后方撤退，而且作战规模很小，正面战场只投入了1个纵队。粟裕会拿出几万人伤亡的代价跟我们死死地争临沂？哼，打死我都不信。这临沂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老总啊，放弃临沂时机已到，我建议明天天黑之后结束临沂外围防御。首长，哎，王彪，你来了！来，我这听你在打电话，就没敢闯进来。呵，有你不敢闯的地方吗？啊！来，坐。你们几个现在管着60万人，那官啊比我还大呢。哎呦，首长，来，喝水。其实这个事儿啊挺好管的。你把县、区里的人给他编一下队，然后呢，再把任务和行军的路线图发给他们，其他的那都顺顺当当。万一有点什么新的任务，我派人给他们送个信儿，这比打仗容易多了。什么事儿到你王彪这里啊，那都是快刀斩乱麻。哎，首长，你今天叫我来，不是只听我之前的汇报吧？你说对了。今天啊，我还要派你出一趟公差。首长派给我的公差，这都是很有意思的。不错，比上次啊抓你到独六师那趟更有意思。是吗？情况是这样，我们准备明天放弃临沂。在国民党看来，我们是伤亡惨重，无力坚守，这才弃城而去。但是到了哪里呢？这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我们离开之后，敌人肯定会动员一切力量，来寻找我们主力部队的去向。我明白了，首长，你是叫我带一队人马冒充你们的主力撤退呀？不错，就是让你给他们来一个障眼法。共军主力到了哪里呢？去了这里。我已经在运河边集合了几千民兵和一些地方部队，还准备了一些船只。你去那里后，把他们组织起来，白天源源不断的过河去，到了晚上，再悄悄的回来。第二天白天接着再过去，这样来来回回倒腾他3、5天。我希望通过这个办法，使敌人错误的判断我主力部队正在西渡运河，去会合华北的部队。怎么样？我知道这种事情你最拿手了。在运河边上走来走去，这没问题。但是最关键的，叫国民党怎么相信我们？我们应该想想办法。办法你去想。哦，对了，前2天段飞告诉我，说现在独六师上上下下都夸你是勇敢和智慧的化身。首长，愧不敢当，愧不敢当啊！我知道首长是在激将我。那好，现在我马上出发，边走边想办法。好，还有一批电台要跟你一起行动，有野司的，也有各主力纵队的，他们的任务跟你一样，迷惑敌人。这个办法好，这个和这次的行动结合起来，这就天衣无缝了。破绽还是有不少的，你尽力弥补吧。是。
司令员，你去睡一会儿吧。司令员，你都好几天没睡觉了。北线战役还没打响呢，你这样下去啊，身体顶不住，还怎么指挥战斗啊？我不敢睡呀，老夫。啊，如果现在敌人发觉了我们这个企图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？我们20万大军，再加上民工60万，这80万人都在沂蒙山的小道上行军，万一被敌人发现了，那麻烦就大了。会有什么结果？敌人南线集团会全面推进，北线集团会按兵不动，稳扎稳打，增加兵力。敌人南北两路，再加上敌人空中作战力量的配合，我们这80万人都将会被包围在沂蒙山之中啊！80万人呢，每天吃粮食就得100万斤以上，不要10天8天，沂蒙山的树皮也不够吃啊！是啊，敌人把两边的道路一卡，把桥梁全破坏，加上空军狂轰滥炸，那时我们要想打出沂蒙山，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。首长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，我有信心。我也有信心。算了，你去睡吧，有事我叫你。我再想一想。司令员，那我给你弄点吃的吧，你晚饭还没吃呢。好，给我盛碗热汤来吧。啊，今天晚上有鸡汤啊。陈老总为了给你增加营养，特意让炊事班给你买了一只鸡。哎，又让老总操心了。好，给我盛碗来吧。好。